我怎么安慰你啊？我先挂了啊。你还要躲着我吗？你是嫌自己还不够倒霉吗？上赶着往我身边凑，回头我还没疯呢，你先没命了。江小媛，不管你拒绝我多少次，我都不会再放手了。是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你没有责任，也没有资格管我的任何事儿。松开。你再不松开，我报警了。无助的时候，嘿，还有我 ，Say hello， 我想你模糊轮廓，慢慢靠近的我，每个角落，现在沉睡中醒来。我现在有资格了吗？你可以报警了，证据确凿，谁都不吃亏。你是狗吗？我是什么都行，但让我离开你，我做不到。你以为我愿意离开你吗？有一个人愿意陪我走到最后，我有什么不乐意的？祁连，你那么聪明，你知道我没有漫长的未来了，我没有办法向任何人做任何承诺。我不想看到你和奶奶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我明白，我不往下查了。以后让你担心的事，我都不做了。你先回去吧，我在这等他一会儿。路上小心啊！
一路上都在看资料，早饭还没吃呢。啊，证件都带了吗？带啦。我怎么感觉我不像找了个男朋友啊？我像找了一个助理，还是免费的。你是不是忘了有个老板花钱请你做助理呢？没忘没忘。齐少爷，还挺长情啊，还没腻烦这小土妞啊？我哪儿土了？还是涂点好，长得太漂亮了，容易被人惦记。你来了也刚刚好，都不用打车了。啊？把行李拿上去吧。他就那样。我来吧。啊？你说蒋博这人是不是挺奇怪的？我好声好气的跟他说，让他帮我写个推荐信，哎，他不乐意，然后我骂他一顿，他居然同意了。你说这人是不是找骂？你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电话，就说了半个小时蒋博的事情。啊，你吃醋啦？当然吃醋。那我问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过得挺好的。还听到了一个消息，陈方舟打算结婚了。陈方舟结婚？跟谁啊？过年期间有人帮他找的相亲对象，他说挺满意的，因为对方不嫌弃他是个剪头的。剪头的怎么了？人好歹还一店之主呢。不过确实有点快哈。他确定他记住他对象的脸了吗？他父母觉得不错，他也就答应了呗。婚礼估计要在半年之后，应该还有一段时间可以互相了解一下。不是吧？人类为了获取自由恋爱的权利，可是奋斗了上千年。他只是让文明开倒车，回到了盲婚哑嫁的时代啊。他不才26岁吗？着什么急啊？人和人的追求不一样，你看着他心酸，没准他看你也挺心酸的。上次他还说，你要是打算扎根在这儿，恐怕要花上几十年的时间努力。落户口、买房、背贷款，要是收入不稳定，估计直接就破产了，还不如留在他店里来的稳定。那他是不知道，我可能没有这未来的几十年要奋斗了。小袁，未来的事情谁都不知道，我们能做的只有先把当下活好。不早了，早点休息吧。晚安。晚安。小袁，我不会让你的未来只有1年。喂，老尚，猛犸的资料我看了。那个名叫诺亚方舟的项目是怎么回事？那个就是之前侯博宇参与的保密级别的项目，据说投资很大，但是谁没见过成品？
我从他们内部打听到小道消息，说霍博宇之前销毁的资料涉及核心代码，已经导致整个项目停摆了。说开完董事会之后，这个项目可能就黄了。这么重大的项目，核心代码难道是说销毁就销毁的吗？那谁知道，说不定人家公司就是为了钱呢。那我上次让你帮我打听的诺亚呢？哦，他们公司根本就没有叫诺亚的人。还有什么叫什么许敬阳，也没有。你确定吗？废话，我上周刚请了他们人事部的妹子吃完饭，人家公司说了，公司不能起这名儿，犯忌讳。哎，说正题啊，你知道猛犸公司背后的老板是谁吗？范小小。那可是名利场上炙手可热的人物，先后离了3次婚，靠着分手费一步登天，现在拥有好几家公司。只要是跟这个女人有关的事儿，都不会简单。他还是星河杂志的主编。对啊，人家本来就是搞时尚的嘛。哦，对了，全国那个最大的庄梦美妆学院就是他的。庄梦。小袁现在不就在庄梦美妆学院吗？化妆师中级证考过了，恭喜恭喜啊！干嘛？不太开心啊？我就是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做这行。江小媛，这就开始凡尔赛了。你知道你在谁手底下工作吗？蒋博哎，这可是业内的天才，这么刻薄又臭屁的人你都伺候了，你还不自信什么？可是他万一招我是另有原因呢？毕竟我半路出家又没有什么过硬的技能。别自我怀疑啊，给我支棱起来！哎，对了。过几天有一个时尚盛典邀请我，你一起来吧。好，到时候见啊。拜拜。我送你回去。你是不是知道蒋波为什么找我？我想知道真相。抱歉，答应过你不再查下去，但我有不得已的理由。蒋博跟我正在调查的事情也有关系。我查到霍博宇之前的东家是猛犸游戏工作室，而这家公司现在的老板是范小小。范小小，他不是星河杂志的主编吗？他不仅是星河杂志的主编，还是庄梦美妆学院的老板。现在来看，跟蒋博也有一些私人关系。所以说，你做蒋博的助理，也就意味着你间接成为了范小小的员工，暴露在了他的眼皮底下。你什么意思啊？范小小的另外一个员工，跟你一起参加过实验的霍博宇，身上疑点重格。首先，作为猛犸游戏工作室的员工，却偏偏成为了灯塔系统的实验者。第二，在他的记忆被彻底覆盖之后，明光实验室诱导他屡次阻止我们查找真相，可最后却因为猛犸的举报，让警方误以为他只是一个商业间谍。第三，明光实验室之所以可以继续灯塔系统的研究，显然是找到了新的投资方，而霍博宇在猛犸期间参与的研发项目投资金额巨大，研究内容从未向外公布。猛犸借着霍博宇的契机，向外宣布项目告吹，大笔投资不了了之。你是说范小小是明光实验室新找的投资人？他依附在猛犸游戏的公司下，继续做灯塔系统的研究是吗？
如果范晓晓和明光实验室有关，那蒋博招揽你到庄梦，恐怕就不是一个巧合了。可是你明知道有危险，为什么还要查下去？是因为许金阳吗？我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我和你都认识许金阳，而且这个许金阳为什么和诺亚长得一模一样？因为我跟你一样，也曾经是灯塔系统的试验者。这个玩笑可不好笑。2012，那你……对，我在实验结束之后并没有疯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好好的活着。我在老宅找到这份合约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就是，既然我可以好好活到今天，那你也一定可以。我甚至有点庆幸，原来我也参加过实验。原来不是所有的实验者都会跟霍博宇一样的结局。我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证据。那你为什么当时没告诉我？当时你满脑子想的都是不要连累我，根本听不进去任何关于明光实验室的消息。如果你也是试验者，那你的记忆也被修改过？从结果上来看，许金阳成功替代了我记忆中的陈天阳，所以我周围的人都不记得许金阳的存在。哎，那许金阳和诺亚是什么关系？我所认识的许金阳，跟你认识的那个，应该都是诺亚创造出来的角色。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找到诺亚，才能知道一切的真相。祁连，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讲过，许金阳是你最好的朋友。是啊，不然我也不会坚持找了他这么多年。不过还好，事实证明，他至少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只是和我想的不太一样。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灯塔系统的实验仍然是在他的主导下进行的，那阻止我找真相的人有可能就是他，找人开车撞你的人也可能是他。我知道，但我仍然愿意相信，他不会是这样的人。我其实根本不记得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接触到了灯塔系统的实验。我只记得陈方舟跟我说过，我重新回来之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忘记了一些很沉痛的事情，收敛了锋芒。但我很清楚，这些都是许金阳带给我的，是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治愈了我。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能处理，那反倒是你。这次模拟考试又是年级前10吧？出了这次意外，虽然没有机会高考，但是出国读个好大学总归是没问题的吧？
那就赶紧从这事儿里走出去啊！你也是，我也是，咱一条路走不通，咱换条路走不就得了？我告诉你啊，我已经准备重新开始了，你呢，也要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呀。所以我相信，他在建造灯塔系统的时候，初衷一定是善意的。我也相信你们刚认识的时候，他应该就是你说的那样的人。但是人是会变的，他也可能最后是迷失了自我吧。这也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你跟霍博宇的结局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才要继续查下去。范小小的身上应该会有新的线索。虽然我不知道诺亚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有这样的改变，但是我知道的是，如果实验仍在继续，就算他是我最重要的朋友，我也一定会阻止他。好，我陪你一起查真相。说好今晚要帮你庆祝的，留下吃个饭吧。嗯。江小圆的数据都正常吗？你既然决定把所有的事情公诸于众，好，那就要想好了，承担所有的后果。走。你看，他的颈部确实有一块芯片，但是现在具体情况还不清楚。等片子结果出来，你去问一下医生吧。好，谢谢。喂，检查结果怎么样？一切指标正常，大脑没有任何病变现象。从医学角度来说，他现在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除了被植入了一块芯片，老陈，你劝我带他做一个脑部 CT， 是不是因为你们在霍博宇体内也找到一块？你们对外宣称结案，实际仍在调查霍博宇的死因，对吗？医生怎么说？
芯片可以摘除吗？已经和中枢系统长到一块儿了。医生说，这个芯片会影响干扰载体的中枢神经，造成情绪不稳或者耳鸣，也会导致身体免疫系统下降。贸然摘除，后果不堪设想。芯片的事儿，我们也会帮忙想办法。你多费点心，稳住他的情绪吧。好，我明白。对了，这件事我不想小远知道，你也别告诉他了。好，我明白。齐先生，正好你的片子也出来了，但是你的体内并没有什么芯片。为什么我跟小袁都参加过灯塔系统，偏偏只有他跟霍博于脑后被植入了芯片？猛犸游戏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你明明知道这么多年我为了保守这个秘密付出了多少，现在你居然为了江小媛让我前功尽弃。难道你忘了，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了吗？这是你欠我的。你给我回来！你给我放开！你去哪儿？我哪里去哪儿？你快点找我！他说有了孩子就会留在我身边，可是领养了你以后，他还是走了。妈妈别哭，爸爸走了，我不会走的，我永远都陪着妈妈。好好哭啊！你能帮妈妈度过这一劫吗？他们每天都查我的账，我精疲力尽。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你要是不帮我，我过2天就被他们整死了。面对多日来的质疑，猛犸游戏工作室今日作出回应。据悉，猛犸游戏将于今天晚上公布诺亚方舟游戏体验舱，并对此前的质疑做出了正面回应。怎么样，好点了吗？蒋博那事儿是你爆出去的吗？哎呀，祁连，我把他的隐私告诉你，是因为我信任你，你不能因为你要去对付那个范小小，就把这个事儿给捅出去了。你看看，网上那些人都是怎么说他的。这个人的背景，远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看看这个。这是蒋博啊！蒋博是范小小和她第一任丈夫一起领养的孩子，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在她10岁那年，有邻居报案称蒋博一直遭到严重的家庭暴力，
但在后来警方上门查访的时候，发现他用一把水果刀捅死了自己的养父。警方发现他对暴力行为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加上邻居的证词，最终判定他为正当防卫。之后，他在精神康复中心待了4年，才重新回归正常生活。但那时候范小小已经再婚，而且并没有把她的存在告诉给她第2任丈夫。再后来，范小小就对外隐瞒了蒋博，之后她就开始了劣迹斑斑的少年时代。高中就被劝退，之后转去了私立学校，也没有读完。医生给她开具的病历里写过她有躁郁症。他脾气确实有点怪，但是我感觉他的精神状态还算挺稳定的吧。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是以我对蒋博的了解，他现在肯定不会像他小时候这样。而且，你要是把这些爆出去了，他的职业生涯就毁了。但你别忘了，蒋博也是范小小的帮凶。他从一开始接近你就不怀好意，难道你要我眼睁睁看着别人利用你，却什么都不能做吗？其实蒋博跟我解释过了，他没有利用我。喂。哎，兄弟，卢教授那边有诺亚的消息了。金莲，久等了。卢教授，这位是……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白远山先生，曾经是明光实验室的投资人，也是诺亚最早的伯乐，他应该算是最了解灯塔系统的人了。你好。坐。时隔多年，没想到竟然还有人在关注着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尽管问吧。您知道诺亚在哪儿吗？我找了他很多年，始终没有他的任何消息。诺亚5年前就已经去世了。明光实验室倒闭以后，诺亚打算把灯塔的舱体器械、研究资料和实验数据一并运去美国，寻找新的资方。结果运输车在半路遭遇车祸，坠下了山崖，人车俱毁啊！那你们有找到他的遗体吗？警方搜救以后找回了他的遗体，做了 DNA 比对。我和其他的朋友一起安葬了他。现在这个猛犸游戏的诺亚方舟项目，其实是抄袭了从前明光实验室的灯塔系统。可惜呀，灯塔系统只留下一些残缺不齐的资料，想要告他们都举证困难。我记得那个叫范小小的人，其实曾经找到过诺亚，提出要收购明光实验室，但是被诺亚拒绝了。我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渠道复制走了灯塔的核心代码。按理说，诺亚不会那么不小心的呀。诺亚他的中文名字是叫许敬阳吗？你连这个都知道啊？他是美籍华人，从小呢被白人夫妇收养，但他的确有个中文名字，就叫许敬阳。
人造酒窝。你回来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怎么了？我去见了一个认识徐静阳的人，知道了一些关于他的消息。那不是挺好的吗？干嘛哭啊？没想到我找了这么多年的人，却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他怎么了？他不在了。别哭。别哭了，别哭。所以是范小小窃取了许晋阳的灯塔系统核心代码，然后自己悄悄地做研究吗？对。白先生说，诺亚方舟虽然只是一台游戏舱，但它的系统设置跟硬件技术和灯塔系统极为相似。唯一的区别在于，诺亚方舟没有提及记忆干预。那就很奇怪。范小小是怎么知道许晋阳正在做这一项研究的？而且像卢教授这样的人都未必能清楚。许晋阳前脚拒绝了范小小，后脚就出了事儿，真的死无对证。他用许晋阳的心血作恶，之后还要用他大肆敛财。我一定要找到证据逼他停下来。那你想到办法了吗？我就怕我们逼得太紧，对你会有危险。这样吧，明天我去给范小小做专访，你跟我一起。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蒋波也在那里。有话说就去，省得你放不下他。好。一会儿你负责范小小，我负责找蒋博。借机行事，虽然我采访当幌子，恐怕范小小也不会轻易给我们找人的机会。嗯，走吧。齐先生，工作的场合还带着女朋友，不合适吧？范总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呀。可是我没有请你。宋克，我是来见蒋老师的。我跟他有一点工作上的交接问题，需要当面说清楚。他不在。是吗？那只能报警了。我已经2天没联系上他了。哦，对了，祁连，你的录音笔开着了吗？开着了。范总，请他下来一趟，应该不费事儿吧？你既然这么爱较劲，好，我也实话跟你说，他就在上面，下不来。
许先生，我下面说的话，也请你一并都记在你的报道里吧。蒋博有严重的躁郁症，我不希望他一直在屋里待着，也不愿意他完全融入社会，更不希望因为我的身份，让无关的人骚扰他。我还查到一件被你隐藏的旧事。蒋博10岁那年，捅死了自己的养父，曾一度被关进精神病院。那人也是位化妆师吧？我记得他还挺有能力的。可惜后来丑闻不断，酗酒、赌博、家暴，婚内出轨一样不少。你一定十分记恨这位丈夫吧？是不是不止一次想过，如果可以一刀捅死他，又不用坐牢，该有多好？10岁的孩子，又患有轻微的精神疾病，没有比他更好的人选了。妈妈，我回来了。小博，妈妈不是故意，一会儿警察叔叔来，你千万不能说是我干的，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啊，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啊！这也是你一直对外隐瞒蒋博是你儿子的原因吧？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主观臆断，自然不作数。但是，一旦公之于众，悠悠众口可就堵不上了。范总，我们只是想看蒋博一眼，这样的要求不过分吧？你跟我绕了这么大一圈，不就是为了想见蒋博吗？行，小周，你现在就带江小姐去见蒋博，让他亲眼看看我有没有说谎。江小姐，请吧。范总，蒋博他想清楚了，他要跟我们一起走。小博，你想清楚了？妈妈提醒你，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妈妈给的。
你今天要是从这儿走了，就别想再回来。其实你很清楚，我活到今天，不是靠你的。走吧。走。你先在这儿坐一下。要不要喝水呀？你想吃东西吗？如果蒋博没有参与进来，那他为什么会把小袁留在身边呢？给，你要是累了就歇一会儿，啊。我给你煲点汤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喝点汤会好很多。事先声明一点，我对他的特殊照顾只限今晚，明天就给我走人。给他煲的汤，他一口都没喝，他也怪可怜的。要不你多收留他几晚吧。那我先回去了。我送你。好。我已经跟学校办好了离职手续，明天就可以搬出来了。到时候去日日家住2天。你可以住我这儿。怎么住啊？你家沙发都被蒋博占领了，难不成你还要赶他出去啊？你睡卧室，我睡客厅沙发，他睡门口，顺便开门。他又不是看门的，你干嘛欺负他？反正工作完了之后，我们就会搬出去的。什么你们我们的呀？到底谁才是你正牌男朋友啊？当然是你啦。
蒋博现在处境可怜，我们帮一下也是应该的。收留他一阵子没问题，但过段时间之后，你真的要继续做他的助理？他跟我们出来，范小小肯定会在全行业封杀他。估计应该没有人敢用他吧。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可能就得开个人工作室了。而且以他的能力，接点私活应该不成问题吧？我就继续给他当助理呗。一来提升自己的能力，二来也能积攒人脉。哦，对了，我想参加今年的全国美妆大赛。小袁，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一下。什么事儿啊？说。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事情，我觉得现在可能不是参加比赛的最好时机。准备比赛想必很辛苦，要不然还是先休息一阵子。不用休息，机会难得。怎么了？杞人忧天的样子可不像你了。有吗？那当然了。明天的事儿明天筹呗，反正总会有办法的。你看看我现在就很想得开啊。我原来以为我1年的时间到了，我的日子也到头了，但是呢，我发现你好像没有做实验后的后遗症哦，所以我的心也落回到肚子里了。哎，现在觉得未来简直无限美好呀！突然发现城市的夜景还挺美的哦。江小媛，我一定会找到办法，取出你身体里的芯片。好美啊！是吧？是啊。你真不打算跟他说呀？这芯片再不取出来，那是很危险的。不了，我不想影响他现在的心情。等找到风险最小的取出办法，再告诉他也不迟。你们起这么早啊？我给你们带了早餐，你先吃啊，我跟他说点事儿。蒋博啊，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想让你陪我一起去参加那个全国美妆大赛，怎么样？我不去。为什么呀？你要是能拿到奖的话，你就可以向所有人证明你是有实力的，这样的话，网上那些恶评都会消散的，生意也会随之而来。没理由不去啊！你难道不知道全国化妆师大赛的主办方是谁吗？我当然知道啊，星河嘛。但是咱们是正规渠道去参赛，他范小小也没有资格剥夺我们的参赛权利吧？就算你能参赛，范小小是大赛的评委之一，他想筛掉什么人，那是分分钟的事儿。我没希望的，你放弃吧。我都查过了。
今年大赛新增设了一条规定，所有比赛的人每一轮比赛的每一个作品都要上传官网，这样避免有黑幕，你懂吧？如果咱们的作品够炸裂的话，范小小他一个人也干涉不了。你仔细研究过报名资格吗？中级证的化妆师都可以吧？独立化妆师要持有高级证才能参加，只有以工作室名义报名参加的团队才能夹带一定的中级化妆师一同参赛。哦，哎，那正好哎，咱们成立一个工作室，你以后再当化妆师也需要工作室的，怎么样？我懒得跟你说。哎，你坐，那个我去帮你拿啊，你坐。来，热的。我是要喝水。哦，我帮你倒啊。我也想喝水。你先自己倒啊。不是，你都什么毛病啊？伺候我上瘾了吗？我之前发你工资的时候，也没有见你对我这么殷勤。你现在是在可怜我吗？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不一直都对你挺好的吗？江小媛，你不用再讨好我了，行吗？我不会去参加比赛，我也不打算开工作室。你把我从家里捞出来，我真心感谢你，但并不代表你所有的要求我都会答应你。以你的能力，另谋高就吧。还有，我不想带个拖油瓶。你说这话太过分了吧？要不是小袁，你现在还被范小小关着不见天日。那我就得赶去替林。哎，你们好好说行不行啊？小袁，你先进屋待会儿，我跟他单独聊聊。小袁昨天救你的时候就提过，他愿意继续做你的助理，跟你一起开工作室。你要是不愿意，当时怎么没反驳呀？开工作室哪有那么简单？更何况以我现在的处境，他跟着我能有什么出路呢？他找个好点的团队不比跟着我强吗？看来你还知道自己现在是个什么处境。小袁处处帮你，就算知道你是被范小小吩咐着来监视他，他都没有记恨。结果你就这么对待他。我招江小媛不是范小小的意思。那是谁的意思？还轮不到你来问我。你还跟我装傻？要不是我们保你，你觉得你来之不易的自由能维持几天？你威胁我？对，我就是在威胁你。我不是江小媛，跟你没情分。你要是不能对我有价值，我何必淌浑水救你？我当时在书房看到江小媛的资料，猜测星河可能会招她，所以我提前把她招到我手里，想着以后能跟我妈谈条件。范小小的书房里，除了这份资料还有什么？我记不清了，当时拿了我就走了。那他为什么关注江小媛？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我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怎么就这么烦呢？行，你不想说，我也不会逼你。但这样一来，你对我来说就没什么价值。我现在就打电话给范小小，通知他过来。你把我送走，你准备怎么跟江小媛说呢？你现在想起来江小媛了？你不是不愿意跟他一起开工作室吗？我是为他好。
那也要他自己觉得好才行。江博，我会愿意帮他救你出来，是因为你对他来说还有价值。所以他想跟你一起开工作室，你不用顾虑别的，陪他开就是。是吗？你就不怕这丫头以后对我越来越伤心，抢了你的位置？你要是真有这个本事，就试试看。你们聊完了吗？聊完了。他答应陪你一起参加比赛，还有开工作室。真的啊？那太好了！你怎么说服他的？他就是个受虐体质，不习惯别人对他好，怼他2句，什么毛病都没了。那我们得快点行动起来了。距离大赛报名截止不到1个月了，我给你说一下我的想法。来，你坐，你坐。哎，齐言，你先工作去吧，我跟他商量点工作室的事儿啊。哎，我是这么想的。不急，我们先，我可以和你们一起聊。今天就当成我们全体合伙人的初次会议吧。啊？你也要参加啊？呵呵，看来有些人自作多情吧。为什么不带我？你不会没装啊？再说了，你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啊？那你没有启动资金吗？我有。小杨，我这有50万，可以全部入股，算你20%技术股，工资5000，提成立万算，怎么样？可以，可以，可以。那我们是不是得给工作室起个名字啊？比如说什么千华？哦，不，晚风，晚风怎么样？死你！那你说叫什么嘛？哦，叫博源，博源行不行啊？我去上班了。干嘛呀？你真不打算让他入股啊？我不打算。情感这种东西啊，要是和利益牵扯在一起，那就不纯粹了。而且你的喜怒哀乐也会跟着受影响。如果2个人站在不对等的位置上，这段关系迟早得结束。哎，工作室到底叫什么名字啊？起名字嘛，随便取一个都可以啊。开工作室没那么简单，事情多得很。这不有你的吗？我跟你说啊，2个人分工效率很高的。我是天才，你见过天才管这些俗事吗？我准备睡了，你自己忙活吧。哎，合着这都是我的活儿啊。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怀疑诺亚的死跟范晓晓有关系吗？因为灯塔系统当初的睡眠舱，现在就在范晓晓的手上，就是前段时间曝光的诺亚方舟游戏舱。他甚至瞒着所有人，还在继续进行着试验。这怎么可能呢？如果睡眠舱在他手上，那当年坠下山崖的又是什么呢？睡眠舱可是诺亚亲自押送的呀，要是被人调了包，他不会不知道的呀。可能性太多了。也许当时车上的人根本不是诺亚，又或许诺亚在车祸发生之前就已经遇害了。
范小小既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睡眠舱，又让整件事情死无对证，足见他早有预谋。如果诺亚是被他害死了，这太可怕了。我一直在想，范小小到底是怎么盯上灯塔系统的？会不会是实验室的内部人员勾结了范小小，一起害了诺亚？这不可能。诺亚挑的人向来都很有职业操守。至于范小小，当年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编辑，谁都不会觉得他有能力收购明光实验室，更别提去跟他勾结了。不是内部人员，难道范小小也是试验者？以试验者的身份接近诺亚？白先生，当初灯塔系统的试验，总共招收过几名试验者？我会设法去打听一下。这么晚了才回来呀？怎么还没休息啊？还在忙工作室的事啊？我刚整理完资料，想着还有点时间，就看看别人的工作室是怎么运行的。您见过这种芯片吗？见过。这是我老东家生产的一款医疗芯片。用法嘛，就跟这上面一样，植入脑部，与神经中枢连通以后，可以用来记录人的神经元信号。说起来，诺亚就曾经向总公司申请过这样一批芯片，说是打算给将来的实验者植入，以便对灯塔系统做个升级。可惜啊，他什么都没来得及做，就出事儿了。哎，你这个是从哪儿来的呀？那您知道这种芯片要怎么取出来吗？想要取出倒也不难，就是要等满1年。1年以后，芯片会自动从神经系统上脱落，进行微创手术就可以取出了。就这么简单？难道不会对人体造成任何损伤吗？只要操作得当，当然是安全的。但是要在脱落之前强行取出的话，恐怕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被植入的人也要小心避免剧烈撞击，以免芯片错位。怎么了？等我一下。我江小媛以此为证，我欠了祁连一份恩情，以后一定赴汤蹈火，替他办成一件事。如有违背，就让我永远回不了家。我来找你兑换心愿，可以让我加入你的工作室吗？你都把它拿出来了，我还有拒绝的余地吗？你为什么一定要加入啊？
可不想跟你扯上利益关系。沈方舟的美发店不也是我投资的吗？我看中了你的实力，觉得你们工作室未来肯定能火，趁机当个大股东，多好。就你心眼多。小袁，我只是不想你太辛苦了。再过一段时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俩能不能不要那么腻歪，让我好好睡觉行吗？吵醒他了，我去给你热杯牛奶。这么快就到了，辛苦了，辛苦了。先点啊。吃饭了。吃饭了。孙小姐约了你，她要参加一个文化沙龙，你想想给她做一个什么造型？下午4点，唐老师约了你，他要参加一个晚会，你也要给他打扮得漂亮一点哦。你自己好好想想啊。这活你为什么不自己干？你别忘了，你可是有提成的哦。大哥，我明天1天的时间都被瑞瑞约走了，我可忙不过来啊。反正明天、后天、大后天，咱俩都挺忙的。你哪来那么多订单？忘了告诉你。我之前录了很多美妆视频，然后我还替美发店录了一个视频，特别火。我最近拍了一个视频又火了，所以很多慕名而来的客户够咱俩忙一阵子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啊，继续参观吧。哎，
我觉得他应该是被我的高效率给吓到了，一时半会儿还抑郁不了。只要让他找到他熟悉的领域，很快他的自信就会恢复回来。怎么感觉你们两个的位置颠倒了呀？现在你更像个老板。可能形势所逼，我成长了吧。毕竟这些事情还是要有人做的。等以后有时间，我还想学点新东西，然后考一个高级证出来。那化妆师大赛的事情，就这么算了？强求不来的东西，应该缘分未到吧。以后再说呗。你开你的车，我就说几句话。哎，你听过 Niki 这个人吗？他是福布斯排行榜前10的美妆博主，他在08年的时候就已经小有名气，现在已经是全球的顶级网红。他分享的视频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他用11年的时间让大家见证了他事业上的成长。他现在的商业价值还有技术，已经超过了同行很多专业的化妆师了。你想说明什么？我想说的是，全国化妆师大赛不应该只用专业资格证和内部邀请函来决定。现在很多海外的美妆大赛都对美妆博主开放了报名资格。一旦国内的短视频平台发展起来，这些博主将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这对整个时尚行业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你想让我去找主办方，开放美妆博主的参赛资格？这大概是他唯一能参加比赛的方式了。而且这个团体自带话题和流量，对于主办方来说也是一种变相的宣传。对了，这个是我对美妆博主行业的研究报告，你去说服他们的时候可能会用得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次的主办方骑士集团是其中之一吧？要让你失望了，骑士集团的关系我可能攀不上。为什么？齐茂清他不是你爹吗？范小小是你妈，你不一样攀不上星河的关系。切，不帮就不帮，干嘛火药味这么重？先把我放下来吧，让我白起这么走。你干嘛？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呀？骑士集团的门路求不上，但我从侧面打听到，这次比赛的媒体合作方准备把比赛拍成综艺。你的提案，他们应该会感兴趣。今天谢谢你啊，其实工作室起步挺难的，谢谢你帮我介绍生意。跟我你还客气啊？哈哈。小袁啊，
我觉得你跟以前不大一样。怎么不一样啊？以前我也想帮你，不光是我，还有班上其他同学也是。不过你总是拒绝所有人的好意，什么事儿都得自己干才满意，自尊心强得让人讨厌。是吗？我都不记得了。自尊心强的另一面是自卑，越是怕人看不起，就越要强和排外。不过这次见你，你比之前自信多了。虽然还是没什么钱啊，身上多了一种游刃有余和无所畏惧的感觉，这样很好。可能是经历的事情多了吧，脱胎换骨成长了呗。好了啊，瑞雪，这儿呢。瑞雪，你今天怎么打扮的这么好看？哎，你这唇膏什么色号呀？好优雅呀！哎，你皮肤也变好了耶。是呢，好看吧？都是我闺蜜给我化的妆，这家工作室也是她开的。你们以后有什么需求多找她，她什么妆都会化。我想起来了，我在网上看到过你，搬砖的小仙女，对不对？哦，对，那个视频我也刷到过。我有印象。本尊在此。今天她可以免费给你们试个妆，以后有什么需求多找她。可以啊，那我第一个来。好，所以在这儿吧。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妆？江小姐，我就不用自我介绍了吧？前2天齐连找过我，说是希望替你们要一张全国化妆师大赛的邀请函，不过我没有答应。动用私人关系参加比赛确实有违公平性。江小姐，你的定力不错呀。我说了这么多，你还能装作若无其事？你的父母难道从来没有教过你，人要自珍自爱，重信守诺吗？齐先生，你要是对我有什么不满可以提，没有必要指责我的父母。好，那我就直说了。当初祁连是为了你，才跟那些小混混结了仇，结果连累他那些朋友都卷了进来，还有一个孩子命都丢了，你装什么糊涂啊？饭也不吃，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刚刚公安局来电话，那帮混混都已经被抓了，一会儿啊，你也要去公安局做笔录。吃饭了。都结交了一些什么样的狐朋狗友？为了这些人，失去了自己高考的机会，完全不知道轻重。你觉得你这样做值吗？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吃完饭，我送你去局里。祁连，我有急事找你，我在理发店门口等你。江小媛。又是这个江小媛。你就是江小媛？您是？我是祁连的父亲。哦，叔叔好。
我在等祁连，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吗？他不会来了。为什么？我还想问你呢呀，你为什么非得缠着我儿子不放啊？年纪轻轻的，就开始学人攀富贵了。他不愿意帮我就算了，我们只是好朋友关系，没什么事，我先走了。你和祁连的事情我都知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接近他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攀高枝吗？我和祁连的关系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吗？你们家这么多年负债累累，最近奶奶的病情严重，你和祁连在一起，不就是为了这个时候能帮到你们家吗？我今天见他确实是为了借钱，因为我奶奶病情恶化了，我急需2万块钱的手术费。要帮忙不用这么复杂。哎呀，你不适合祁连，还是早点离开他吧。祁连是个重感情的孩子，那段时间他天天做噩梦，高考也因为打架耽误了，精神方面也受到了创伤。为什么他好不容易康复了，你却还要来害他？江小姐，你不就是想要这次全国化妆师大赛的邀请函吗？我可以给你，但请你放过我儿子，永远离开他。走进迷惘的森林，忘记曾经的拥抱和谁的约定。你傻了吧？回来灯也不开。小袁，我这儿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要听哪个？你爱说不说。不听拉倒。那我跟你说那个坏消息吧。坏消息就是大赛报名通道关闭了。但好消息就是增加了美妆博主报名通道，只要有一定播放量，还有粉丝达到一定数量，就可以参赛了。你看，海选试题和参赛证，我们都给你要回来了。这话太多了，一开始就告诉他报名成功了不行吗？小袁，你刚才傻了吧？笑都不会笑了，太傻了。怎么了？没事，我就是突然能参加比赛了，心里特别的高兴。让一无所有的我想找回自己。部长啊！佳儿，你这画的是什么？你告诉我，你这几片叶子是想来干嘛？挡脸？拿回去重画。
全国化妆师大赛的海选已经开始了。本次比赛云集了100家国内顶尖的化妆工作室，他们将在这里为成为国内最好的化妆师而展开激烈的角逐。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网络票选选手江小媛为我们带来了一份惊喜。她的水平在一众作品中格外出挑，票数遥遥领先。网友们都说呀，这次的全国化妆师大赛，涅槃工作室将是夺冠热门。全国化妆师大赛已经进入最后一轮预选赛，50进20，竞争可谓是十分激烈。究竟会有哪些工作室脱颖而出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总算是顺利晋级最后一轮了。这些孩子真的不太行啊，一个个创意这么保守，显得他跟个天才一样。你怎么就不愿意承认小袁确实天才呢？这是海选赛，随便眨眨眼都能博个眼球。等他进了前20，才是比赛真正的开始。到时候拼的可是基本功和经验。你觉得他能跟那些大工作室实战好多年的人比吗？给你看看。吃点东西吧。又通宵画方案了。第3轮的题目是什么？春日新娘。那正好是你擅长的领域。这方案不行。佳媛，你这个黑色指甲画的是什么？还有你这头上叠的是什么东西啊？你没有看到我加了甜美元素还有清新元素吗？是，我是看到了，生平因素还不如没有。我觉得这个方案挺好看的呀。小袁最擅长的是给造型做出空间构图和视觉冲击力，这个作品怎么也不比前2人差吧？他这一身的毛病都是被你给惯出来的。你真以为他前2轮完成的很好吗？那也不至于很差吧？要不然网络投票怎么会那么高？观众就图个新鲜罢了，谁会为你的职业生涯负责？1、2次的爆火，真以为自己了不起了？你这个作品，除了生平因素还留下什么？一点灵魂都没有。那灵魂那种虚头巴脑的东西，不是吹一吹就可以了？是我们参赛的选手中是有那么几个是从大工作室出来的，那你拿出来的东西不就那么回事吗？然后评委还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吹，啊，你的灵魂好棒哦，好有灵魂哦。行，你要真这么认为，满足你这些哗众取宠的作品，你就趁早弃赛。哎。可是这已经是我拿出的最好的水平了，我已经1个月都没有好好睡觉了，真的很困。不行就放几天假吧，放松放松，说不定还能找到灵感。后天是陈方舟婚礼，跟我回趟洛杉吧。好。还在画春日新娘？没什么思路。那
那就先吃饭吧。我一会儿要去见个供货商，顺利的话，应该可以解决店里化妆品的采购问题。你这个合伙人也太敬业了吧！所以啊，只能吃的简单点了。咖喱饭，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最喜欢吃的就是你做的咖喱饭？为什么是咖喱饭啊？因为我当时都快饿死了，然后你就给我端出来这么大一锅咖喱饭，吃的我可饱了。然后你吃了我给你做的饭，还差点把我当成连环杀人犯。这怎么能怪我呢？哪个正常人会在家里贴那种照片？说起来，我学会做饭还是因为许静阳。他在医院那会儿，我天天跑去给他送饭。那个时候觉得特别对不起他，害他摔断了腿。现在才知道，原来都是梦里发生的事情。那边应该快到了，你先吃，吃完早点休息啊。那你还没吃完饭呢。来不及了。你等会儿，外面冷，多穿点儿。早点回来。知道了。快吃吧。嗯，拜拜。哇塞！你看我现在都变胖了。你是有点胖，我好像也有点胖。你确实也有点胖。哎，你那个美妆比赛的视频我看了啊，我们大伙天天给你投票，是不是？谢谢，你必须得冲进决赛，我加油。咱们现在是不是得叫你姜老板？姜老板，我们那股份是我师傅占大头，我是合伙人之一，你知道吧？姜小圆，嗨，你好。你说你来也不告我一声，我这不想给你个惊喜吗？走，去我屋说会儿。你们一会儿再聊。怎么走了呀？小儿你咋这么好看呢？特别漂亮啊！你说你来了也不告我一声，你太突然了。来，快，走。哎呀，我给你倒水。哎呀，你可真行啊！你不是快结婚了吗？怎么还工作呢？嗨，这服务行业就这样。客人有需要，我们就得赞扬。来，喝水。哇，好暖和。对了，你最近怎么样？我挺好的。对了，你吃饭了吗？我给你订饭。不用了，陈哥，我不饿，你坐吧。啊。陈哥。我就是想多了解一下祁连毕业前到底经历了什么。啊。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祁连他爸找过我了。这样啊。你知道祁连跟他爸关系不好好多年了吗？能猜到一点吧。他也从来不跟我提他爸，我也没问过。他上初中那会儿，他爸有个私生子来学校闹过，后来他爸妈就闹离婚。谁都不要他的抚养权，然后就各忙各的工作，然后就把祁连放在乡下，随便他怎么折腾也没人管他。再后来，杨子的事发生之后，
他爸就意识到，祁连也是需要人关心的。难怪他不爱回家呢。他还说，他回家家里没有人等他。他爸的话你也别太当真。只有在祁连最自暴自弃那几年，他遇到了你，他才没有对人生失去信心。我现在还记得，那功夫他拉着我们一起去复习，说什么要跟你考同一所大学。那他为什么没有跟我上一所大学？杨子的事儿，不会真跟我有关系吧？他是为了救我跟杨子，才跟人打的群架，结果受了处分，不能参加高考。而抓我跟杨那个黄毛，又是因为你跟祁连结的仇。那功夫也怪我们，都是半大不小孩子，气头上来了就打了起来。结果杨子不慎摔下了楼，送到医院的时候没救下来。后来祁连也坚持不让我们告诉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都不知道。那祁连呢？以他的性格，他肯定很内疚吧。后来他好一段时间都在看心理医生。他说他只要一闭上眼，就能看见杨子的脸庞。我内功也希望你能多陪陪他，帮他走出阴影。但不知道怎么搞的，你去了重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就连电话号码都换了，你俩之间就断了联系。谢谢。沈方舟跟我说，你在他办公室里哭，怎么劝都劝不住。你们都聊什么了？不告诉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我爸找你了吧？他跟你说什么了？让你离开我。不是因为这个。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你不恨我吗？恨你什么呀？恨你害死了杨子，那就太不应该了。但凡我们当年能够成熟一点，也不会酿成那样的悲剧。你爸还跟我说，我当时拿了他一笔钱，就离开你了。那个叫杨子的孩子，
之所以会没命，不就是因为这个江小媛吗？杨子的事跟他无关。跟他无关？那你怎么不接他电话呀？你敢告诉他你现在发生什么事了吗？你都告诉他了，你都跟他胡说八道什么了？混蛋！我什么都没说，是他有话让我传达给你。他说他已经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学校，以后不想再看见你了。不可能！不可能！他还开口跟我要了钱，给他奶奶去看病。你看你现在还能打通他电话吗？这是他写的字条，你自己看看吧，看看可能不可能。一群狐朋狗友。本人江小媛借走了戚茂清2万元现金，并保证与其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当时我气得够呛，觉得你怎么这么狠。可后来长大了，也想通了，你只是想要救奶奶，无可奈何罢了。想必我爸也跟你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伤到你了吧？其实我应该找你问清楚的，因为你那么难过的时候，我都没有陪在你身边。而且如果洛杉矶没有遇到的话，没有重逢的话，你之前经历的那么多，发生那么多的事情，我这辈子都不会知道。我只会当成你是无情无义，连句道别的话都没有就丢下我了。江小媛，你不是说以前的江小媛已经死了吗？现在的你是全新的你。我跟他之间那些事儿，你难过什么劲儿啊？我是这么说，但是……好了，别但是了。虽然有些曲折，但我们现在不是开心的在一起呢吗？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都过去了，别想了。起来。干嘛？回家。无助的时候，麒麟，我想到春日新娘怎么画。你知道木槿花的花语是什么吗？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女朋友现在需要回家休息。慢慢靠近。